你知道为什么浪漫大师马勒写给爱妻的恋歌会被当成送葬曲吗？马勒第5号交响曲的第4乐章 Adagietto 以其深刻优美的旋律而闻名于世。1971年，由意大利大导演 Visconti 执导的电影，探讨了一位艺术家对于美的追求，以及他在追求的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和悲伤。其中，导演 Visconti 选择以马勒第5号交响曲这个乐章受到瞩目，而世纪指挥大师伯恩斯坦在罗伯特·甘乃迪告别式当天演奏此曲，更是加深人们对他的印象。这首乐曲到底是马勒献给爱妻的情歌，还是悲伤的送葬曲呢？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来介绍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绝美又带有一点点阴森的电影，和马勒第5号交响曲 Adagietto 稍慢版。1971年，意大利导演 Visconti 将德国作家 Thomas Mann 的小说《魂断威尼斯》改编成电影。Visconti 大胆地将小说中以马勒为原型的作家艾森巴哈塑造成电影中那位孤独深沉的大叔，描述他年过半百，爱上了美少年，展开无法自拔的深恋追慕，最后却不顾瘟疫威胁而死在沙滩上。影像呈现了 Thomas Mann 笔下如水般流动的特质，美与死，爱与艺术的反复纠结与冲突。这部电影是以悲剧收场，呈现出禁锢压抑的爱情主旋律。然而，为什么是马勒第5号交响曲的第4乐章呢？据说小说中以马勒为影射，主要是因为 Thomas Mann 曾跟导演提到，有一次他从威尼斯回到维也纳的列车上遇见马勒，看到马勒在车上哭着，说自己遇到了美的化身，若不逃离，就要深陷其中而死。这种锥心刺骨的体验激发了 Thomas Mann 的灵感，并写下了这部短篇小说。也因此 Visconti 选用马勒的第5号交响曲作为配乐，将小说中的主角奥森巴哈改为音乐家，深情地描绘了他对美少年的渴慕，以及他对爱情的无法自拔。即使是在霍乱笼罩的威尼斯，他也无法割舍对这位美少年的思念，最终死在了这段恋情的煎熬中。马勒的第5号交响曲中的稍慢版凄美柔婉，神秘飘渺，深刻地表现了单恋之苦最深沉的压抑，让听者深深感到深陷泥沼的爱情所带来的痛苦。这段恋情也许只是奥森巴哈的自作多情，但在他心甘情愿地被爱情杀死的那一刻，他终于找到了意义。灵感干枯的作曲家艾森巴哈背负着丧女之痛，前往威尼斯寻求休养。一艘邮轮慢慢地停靠在破晓的海上，坐在轻舟上的他来到这个古老而动人的水都。马勒第5号交响曲缓慢悠扬的旋律，透过音乐传达了这座城市的隐患重重和即将到来的美与死亡的旅程。艾森巴哈在他下榻的饭店中遇见了14岁的波兰贵族达丘。达丘的超凡之美就像希腊雕像一般，让他一见倾心。从此，艾森巴哈执迷地注视着达丘，并狂热地追逐他的足迹。在缓慢推进的镜头下，第4乐章轻轻地响起。艾森巴哈无法自拔，任由美发师摆布、染发、铺粉，甚至擦上口红。胸前口袋放着粉红色的花朵。接着是一个经典的跟踪场景。尽管明知瘟疫已经蔓延，他仍然固执地跟随着达丘的家人穿越狭窄的街道和小巷，一边忍受那阴暗潮湿的环境所带来的窒息感，一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愧。他缓慢而蹒跚地跟着，似乎也让达丘有所感应，因此他故意放慢脚步回头观看。然而艾森巴哈最终却迟迟不敢上前，最后他跌坐在充满消毒水的喷泉边，无法控制的又哭又笑。在那片海滩上，艾森巴哈仍然沉浸在对达丘的痴迷之中，
但是他的粉饰却被现实所揭穿，黑色的染料从他的头发融落，揭露出他伪装的本质，让他更加难堪。然而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放弃对达丘青春酮体的凝视。落日金光照耀下，达丘更显得迷人，令艾森巴哈为之心醉神迷。即使面对死亡，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美丽的存在。电影《魂断威尼斯》描绘了3个男人追求极致之美的故事。这种追求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试炼。导演 Visconti 以画作为电影镜头，呈现出如画般的美感。作曲家 Mahler 则将他的生命献给了音乐之美，而作家 Thomas Mann 却因为无法实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而遇死。导演 Visconti 与小说作家 Thomas Mann 都没有婚姻关系，这使得他们的性向成了谜团。Thomas Mann 生前娶了妻子，但他死后的日记却透露出他对一位年轻的提琴家和一位画家的深深挚爱。或许《魂断威尼斯》正是 Thomas Mann 表现自己到死都未能公开的爱慕和压抑之苦的作品。马勒的音乐充满了谜样的情感符号，让人从听觉上能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却不大能马上理解。而这个电影所描绘的痛苦，甚至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都感到无法理解。就连马勒的妻子奥玛也无法了解，为什么丈夫可以在一瞬间从亲吻女儿变成疯狂的创作。1901年 Gustav Mahler 遇见了 Alma Schindler。 奥玛本身是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和新晋作曲家，马勒很快就爱上了奥玛，并展开了快速的追求。在遇见奥玛后，马勒很快就创作了他著名的这首 Adagietto 稍慢版，后来收录在他的第5号交响曲中。据说马勒把它寄给了奥玛，作为一封情书，没有言语，只有音乐。他知道奥玛会明白。这首 Adagietto 以竖琴和弦乐为主，非常美丽，但这不是和他的第3号交响曲呈现的爱情相同。这个乐章有悲伤、脆弱、刻骨铭心，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内敛与深深压抑的情感。这或许是它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乐章之一的原因吧。1902年 Gustav 和奥玛很快就结婚了，但是马勒坚持认为家中只能有一位作曲家，奥玛的角色应该是支持他。尽管奥玛愿意遵从，但这个要求为这一段艰难的关系奠下了基础。魂断威尼斯的对白非常少，但是配乐却用得异常大方。马勒第5号交响曲第4乐章贯穿其中，乐曲蕴含的紧张感是情韵绵长，爱意涌现，也是追逐美丽，难言死亡之气。Adagietto 这部乐章和马勒的吕克特之歌中的第3首我被世界所遗忘的动机曲风非常相近，都带有惆怅孤寂之感。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认为第4乐章应该以悲歌的方式诠释，就如1968年指挥家伯恩斯坦以此乐章于罗伯特·甘乃迪的丧礼中演奏。但现在许多人公认，此乐章应该是马勒写给爱妻奥玛的音乐情书。1992年，著名的马勒爱好者 Gilbert Kaplan 出版了夫妻俩的手稿，更实际证实了这个想法。然而在1904年，马勒于德国首演亲自指挥后却说，第5号交响曲是该被诅咒的作品，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所以这首乐曲到底是马勒献给爱妻的情歌，还是马勒由于复杂内心的一种精神投射呢？在《魂断威尼斯》中，马勒稍慢版出现在影片2场最关键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主角第一次看到波兰美少年，他几乎是一见钟情的被摄政住，完全无法自拔。他喃喃自语 God bless you， 而后在威尼斯的船上不断回响。当稍慢版的音乐响起时，观众可以感受到这个场景中的情感高潮。另一个场景是电影中的结局，在这里，慢版的音乐再次出现，这次是在主角面对自己的死亡时。稍慢版的音乐通过简单而有效的乐器搭配，表现出主角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无力感。这个场景是整部电影的高潮，同时也是导演想要传达的主题完美的诠释。魂断威尼斯是一部充满了情感、美学和哲学思考的作品。通过导演细腻而深刻的镜头言语，观众得以深入探究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多样性。这部电影通过艾森巴哈的故事，探讨了人性内心的黑暗面和情感的脆弱性。威尼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和迷人风光的城市，也成为了电影中情感的载体和象征。电影透过对威尼斯的描绘，呈现出了一种追求美、追求完美的精神世界。而马勒这首第5号交响曲第4乐章 Adagietto 也出现在今年荣获奥斯卡多项提名的《塔尔》这部电影。塔尔不仅将马勒第5号交响曲第4乐章作为整部电影剧情的主题曲，也利用了5这个数字做满了隐喻与符号。不过这又是另外一集的故事了。